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对华访问进入第2天，他是近4年来首位访华的澳大利亚政府部长级官员。这一天也是中澳建交50周年纪念日，两国领导人互致贺电。中澳关系具有强韧的经济和人文基础，但在莫里森前政府不断跟随美国操弄新冠溯源、华为5G、涉疆等问题，在美日英澳4方安全对话机制以及美英澳 AUKUS 同盟的负面影响下，两国关系降至冰点。不过，阿尔巴尼斯出任总理之后，开始调整对华政策。12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澳大利亚总督赫尔利和总理阿尔巴尼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澳建交50年来，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澳方一道努力，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不断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赫尔利表示，50年前的历史性决定为澳中关系发展铺平了道路，给两国都带来增长和机遇。展望未来，澳方致力于遵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本着互尊互利精神，同中国发展稳定和建设性的关系。阿尔巴尼斯表示，我坚信稳定的澳中关系符合两国利益，我期待继续同中方一道，在互尊互利基础上，推动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中澳两国实际上我们没有领土争端，没有根本上的一个冲突，所以呢，两国呢应该说是完全有理由来推动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这种发展的，而不能够被国内政治以及地缘政治所绑架，因为这样的话对澳大利亚自身也是相当不利的。对于中方来说，我觉得一定要同澳方一道来共同的管控分歧来更好的聚焦合作的大蛋糕来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今天是中澳建交50周年纪念日，两国领导人互致贺电庆祝这一重要日子。那么在下午的记者会上呢，各方记者也高度关注中澳互动和两国关系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澳外长黄英贤正在中国访问。发言人毛宁在应询时表示，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是近期两国间又一次重要高层交往，相信此访有利于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确轨道并可持续发展。我们还注意到，阿尔巴尼斯总理在《澳人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纪念两国建交50周年。阿尔巴尼斯总理在文章中表示，50年前澳中建交为澳大利亚预见了一个充满更多机遇和繁荣的世界。50年后，澳方仍然寻求稳定澳中关系，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就是在中方和澳方关心的彼此的核心的关键利益方面，要展开对话也就是说，双方要亮明底线特别是涉及到中方的关于台湾南海等相关的核心利益方面，澳方要谨言慎行，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有助于双方要把之前的这种恶化的关系遏制住，使双方的这种关系呢重回正常的、健康的、稳定的轨道。另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黄英贤的专机20号晚上10点40分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观汉和中国外交部代表在停机坪上迎接。当时北京机场的气温是-4摄氏度。下机后，黄英贤对媒体发表了简短讲话，感谢中方邀请他访华。Look, it's very good to be here in China after quite a long time between visit. The mark of success is dialogue itself. We obviously have a lot of issues to work through. 21号下午，黄英贤在与中方会谈后举行了简短的记者会。The government's made clear that we believe it's in Australia's interest for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o be stabilised. We've also made clear we believe it is in China's interest for the relationship to be stabilised. We've continued to express the vie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is architecture for dialogue and for engagement, which will benefit both countries. We've continued to put the view
that we are able to grow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uphold our respective national interests if we navigate our differences wisely.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近日开辟澳大利亚和中国建交50周年大事记专栏，其中提到，澳中于1972年建交，比美国早7年。从2010年开始，中国就是该国最大的双向贸易伙伴。但在2020年，时任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阿瑟·希诺迪诺斯宣称，澳大利亚已经准备好承受与中国对抗的经济代价。澳大利亚商界希望黄英贤这次访华能修复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评论指出，黄英贤访华是阿尔巴尼斯政府提升与中国的外交接触级别的重要努力。澳大利亚人报认为，中澳两国在过去50年里发展出强韧的经贸与人文纽带。澳政府决定与中国建交的初心是让澳大利亚获得更多的机遇与繁荣，这些原则仍应继续指导澳政府。值得注意的是，澳工党政府年初上台以来，对华态度更趋务实。在黄英贤启程赴北京之前，他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强调中国已发展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以及强劲的人民与人民之间文化和商业联系，为两国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16号，阿尔巴尼斯还在一档对话节目中向澳大利亚公众阐释其对华政策的出发点。China's our major economic partner, and I think in coming weeks you will see further measures and activities which indicate a much improved relationship, which is in the interests of both of our countries, but importantly as well is in the interests of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region.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黄英贤启程访华的同日，澳总理阿尔巴尼斯还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任命前总理陆克文为驻美大使，将于明年初履新。阿尔巴尼斯向媒体介绍，陆克文曾担任总理及外长，又是炙手可热的中国问题专家。时值本地区正受战略竞争重塑之际，陆克文将为驻美大使一职带来丰富经验。阿尔巴尼斯还提到，继9月任命前外长史密斯为英国大使后，任命陆克文担任驻美大使，反映了奥克斯协助澳方打造核潜舰的重要性。奥库斯同盟是一个不得人心的同盟，一方面它违反相关的国际法的，比如说关于核不扩散，特别是也受到了东南亚的很多国家的反对那么奥库斯同盟实际上它针对的中国的意味是非常的明显的，针对南海和台海对中国的核心利益会直接造成正面的冲击所以对此中方是坚决的反对这个同盟。那么对此澳大利亚希望在这个同盟方面要三思而后行。阿尔巴尼斯和陆克文关系密切，10几年前，他曾在陆克文第一个总理任期内担任主管基础建设的内阁部长，2013年还曾短暂担任过陆克文的副手。陆克文卸任后主要在美国生活，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资深研究员。2014年起被美国智库亚洲协会聘为该协会政策研究院首席主任，他还创办了该协会的中国分析中心。2020年，亚洲协会任命陆克文为全球负责人。陆克文对中美关系有独到见解。今年7月，他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指出，中美应该做合理范围内的竞争对手，有管理的战略竞争可能有助于稳定未来10年的中美关系。他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并不意味着两国正在走向危机、冲突甚至战争，相反，双方可能正在摸索一套新的安排，以稳定两国关系，防范战略紧张局势陡然升级。任命陆克文前总理作为驻美大使体现了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呢还是希望采取一种更加平衡的、更加务实的这么一个态度。陆克文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期间，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就是因为澳大利亚和中国这种合作，使得澳大利亚呢避免了历次的全球危机对澳大利亚的冲击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总结是非常深刻的，